比特币出现了关键的动作，后市行情如何？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 WSOT 科比托战队。目前我们是华语人数最多，也是排名第一的战队，在华语排名第一。那目前呢，我们其实离前10名啊，也就是可以瓜分奖金的名次呢，也不会相差太多。而且我们的战绩在华语来说呢，也绝对是最顶尖、最好的。我们最有机会瓜分奖金。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科比托战队。那么你只要加入呢，我们每天都会抽出3位朋友获得30 USDT 现金的奖励，我会直接转账给你。你可以发现哦，在昨天这位朋友呢，他有抽到，然后他只要寄信到助理信箱，我们就会直接转账给他们。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回的信啊，我们确实是有转给他们的。那我们就直接抽出我们今天的3位号码吧。好，776号、232号还有771号这3位朋友呢，可以各获得30 USDT， 所以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的战队，瓜分奖金。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现在呢，其实日线上，我们昨天出现了很重要的信号。不过由于我昨天呢，我的手指被烫伤了，我影片其实已经录好了，但是我不能打字，所以影片就发不出去。那今天是有好了一点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走的这3根 K 线啊，它跟哪里的3根 K 线很像呢？它跟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的3根 K 线很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种 K 线组合。那其实我们这一波的反弹呢，基本上它就是2种，我认为啊，这2种机会是我们最值得把握的。那第一种呢，就属我们现在要开启我们下一波上涨，也就是我们这里呢后面就要开启下一波的大行情的上涨。那这种上涨呢，当然是大级别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走一个死猫跳，一个死猫反弹，然后最后呢再继续下跌。那当然了，死猫跳它其实也还会继续上涨，只不过呢，上涨第一个不破前高是重点，第二个这个上涨呢不值得我们做，值得做的是后面这段的下跌，这个是死猫跳的特征。那我们要怎么辨别是这2个其中的哪一个呢 ？OK，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性的方式哦，也就是我们根据发生的几率来去做排序的话，我相信这样会分析的比较中性。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哦。其实我们当前呢，我们先罗列几个重点。第一个是，你可以发现它在这个位置，它有没有走出我们下一波上涨可以走成这种多头趋势的样子呢？其实是有的。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上涨呢，即使它是作为趋势行情的初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呢，我们后续啊还需要见到压倒性的量能。其实以当前的量能来说，它就以很初期的阶段，其实还算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我们对比前面这一段的话，你可以发现它的量能呢，其实并不逊色于上一段的起点，并不逊色于哦。但我们要如何确定我们下一波行情真的开展了呢？一定要看到巨量，像是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所出现的巨量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断定呢，我们在后面啊，它确实就会有一波行情啊。不过我们要等到这样的信号出现，那我们才能确定。还有我们像之前这样子的上涨呢，它其实都是有量能伴随的，有这种量能呢，那我们才敢说我们下一波行情它真的开始了。还有我们当时呢在这里所爆发的量能，我相信这样的量能都绝对是肉眼可以识别出来非常显著的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盘面了。那其实我个人呢也已经下了多单的底仓了，那我会把逻辑呢在整支影片呢说得一清二楚。那再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空头的情况哦。如果说我们会走一个死猫反弹的话呢，那我们啊就必须得在前面这个地方呢，它走的是完完全全的派发，而且它是走假突破。那这种假突破是最严重的，也就是我们如果走假突破的话，空头的量能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显著，因为如果说走假突破的话呢，那就是主力它主要卖货的位置了。那其实我如果说呢，在这里走成派发，我也是看整个这样子上方箱体的派发，肯定不会只有上方这样子而已。如果说只有上方这么小段的箱体的派发，它是没有办法逆转我们整段的趋势的。所以我们一定是看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看的是这个箱体的话，那这一段上涨它肯定是假突破。如果说走假突破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空头非常压倒性的量能。不过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压倒性的量能以空头来说，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没有，绝对没有的。我们顶多说，后面它是比较势均力敌。那甚至我们观察整个盘面呢，整个震荡上面的这整个震荡的区间呢，一定是多头比较强势的，一定是。那即使我们最后走空我相信呢，我们也会再继续上涨，并且再有一个衰竭，也就是继续上涨，然后继续再走衰竭，然后呢，我们在上方再出现一个以空头为主导的区间，那我才会认为呢，我们最后这一段这波上涨呢，它是已经结束了，并且到最后会走下跌。其实我们现在即使说我们认为它是走衰竭但它其实只有衰竭。OK， 我们来看一下它周线有没有背离呢？确实是有，它也只衰竭了一段而已，也就是 OK， 我们来统整一下这一波上涨跟这一波上涨呢，它强度已经有在减小了。不过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之前走过的几次衰竭它都是走连续的衰竭，也就是即使我们出现这种衰竭的信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把它视为是很重要的信号呢？也就是优先级开始提高了，就是它要出现多次连续的衰竭。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所出现的衰竭，我们从 MACD 呢就可以非常明显的辨别出来，它出现了多次的衰竭。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也认为非常经典，就是我们当时呢在走这段上涨之后，它也是一样走了多次的衰竭的，这个其实呢也可以印证我们之前所说的，行情有惯性，行情通常会比我们想象的走的都要久，都要远。确实，我们现在，我个人不否认，我们绝对已经走到了多头行情的末段了。但是它是否是结束，甚至是不是值得我们开始做空，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还要好好思考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最后呢没有放出量能，那也很有可能继续走震荡。所以呢，我个人对于当前盘面后续走势的排序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等一下我们先打这个等于跟大于就几率来做排名，我认为多跟横呢几率是相等的，那么他们的几率呢又要大于空。那如果说走多的话呢，它会是怎么样的走势呢？我相信它会直接走一波上涨，一大波，就是我们下一波的整段的这种大级别的上涨。那如果说走横的话，这个我们就不特别讨论了。那如果说走空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呢？我也相信它不会直接暴跌，我也相信它是会走死猫跳、衰竭、死猫跳，或者说是衰竭。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对当前的盘面的判断就是这样子。走多的几率呢，跟走横盘的几率比较难区分出。在还没有出现巨量之前呢，我们难以区分出之间的差异。就几率来看，那空头呢，如果走的话，它也会走死猫跳的这种衰竭，会比较有可能。那这个是我目前对盘面的判断，在日线级别上。那如果切小到4小时级别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之前一直有谈到这个位置呢，这条趋势线它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也认为，我们当前的盘面它就在测试这条趋势线。我们来看一下1、2、3、4、5，它有5个接触点。那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突破？会不会引起暴力的上涨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很仔细观察的重点。那我会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有没有突破这里。如果说突破这个位置的话，大概在30450这个位置，如果被突破，那我就会认为我们在短期空头都没有任何的优势了，空头都没有任何的这种暴跌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会非常关心的。那如果我们就多头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当然了，我个人已经下了底仓了。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前面走破底翻，这个不用说了，后续出现的上涨其实也不小大家也不要小看我们就从破底翻的最低点到现在，也是一个5%多的距离了，1500多美金。绝对不小。那再来是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位置的互换它重新踩稳了。这里呢，在前期作为支撑，
跌破过后形成阻力，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把原本的阻力呢踩成支撑了，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踩稳，我就认为比较稳妥了。如果说我们去下多单啊等等的操作的话，而且我们这个位置啊，这里的互换呢，它就刚好是我们前期箱体的下缘，你可以发现它就是我们箱体的下缘，所以当前啊，我会认为其实盘面上涨过后呢，它慢慢在对多头比较有利。不过它的巨量还没有出现之前呢，我们比较难以判断说它会不会引起这种真正很暴力的上涨。好，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哦，对了，我们现在科比托团队呢有在征人，有在征分析师。我们这次找了实体的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也算是还算热闹的南京复兴站，那走路5分钟内就可以到，所以坐捷运是非常方便的。工作时间就是正常的周一到周五，而且呢，我们有登记成公司各项的正式的，比如说劳保、健保等等等都有。那我们有提供4到5万新台币的薪水，固定的，然后再加上奖金。那么你只要有币圈的交易经验，你自己有在分析，你自己有在交易的话呢，而且成绩不错，你就可以跟我们申请，用任何方式联络我都可以，或者说你直接寄信到助理信箱，这也是没问题的。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成真，我们成真分析师很欢迎你，非常感谢各位，拜拜。